要，應珍惜開心的一秒，被愛界滋擾。馬要照跑，戲要照開，舞要繼續跳，有被照冚跟天公講笑，與佢過幾招。還帝要輕輕的一轉，花式多絕招。於今宵，悲觀不需要，開心等第朝。馬要照跑，戲要照開，舞要繼續跳。有被照冚跟天公講笑，與佢過幾招。今晚開心把你要，開心擁抱，開心不斷歡笑。今晚將心肝串燒，開心尖叫，開心音樂再飄。多輕鬆，開心的尖叫，開心扭着腰，應珍惜開心的一秒，被愛界滋擾。馬要照跑，戲要照開，舞要繼續跳，有被照冚跟天公講笑，與佢過幾招。今晚開心把你要，開心擁抱，開心不斷歡笑。今晚將心肝串燒，開心尖叫，開心音樂再飄。舞要繼續跳，舞要繼續跳，舞要繼續跳，舞要繼續跳。我常常到精神病院去看他，我们俩是双胞胎，她是妹妹。其实她并没有病，只不过太喜欢说谎话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在2年前被她的父亲丈夫马世美冤枉她，说她神经病，硬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可是我知道，她一点也不神经，只是太喜欢说谎话而已。没话我出去。我换你出去也好，起码我们是2姐妹，可以证明你是正常的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哎，你不是要找你老公的麻烦吗？没有理由啊。为什么只非礼我呢？谁非礼你啊？那么严重的事，快点告诉姐姐啊！快说啊！有很多花样的。有时候呢，在嘎吱窝那儿插个手过来。有一次啊，在我后面伸手过来，这摸我，好下流的。你怎么可以不出声呢？我去跟他们讲。有人相信我吗？他们还以为我发烧呢。找证据啊。没人会相信我的。我去说，他们也许会相信呢。哎，人赃并获的时候啊，让他们查出来，原来你是我的姐姐。你是来找证据的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岂不是更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常常非礼你啊？要是你在这里啊，他们更要非礼你了。他老是跟你飞眼，会不会是他？他？他就喜欢他自己。洗不洗头啊？哎，你不要搞了，我要赶时间呢。你喂。我来给你修脚。他没有空啊，不要修了。好，没空算了，下一个。
身份证、钥匙都在包里面。你好久没开车了，还是别开了吧。怕什么？你别忘了，以前的驾照都是我冒充你考回来的。哎，李姑娘，等等我。哎，慢点儿。看病卡呢？我看见你放在衣服口袋里面的，衣服有口袋的。想不想移民？不想。把表填一下。填表？哦，不填了，谢谢。不填？为什么？人家早就办好移民了，你以为是你呢？慢慢等吧。哦。我下个礼拜就回来啊。啊，再见啊。阿娥。哎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，要乖乖的啊。小心点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啊。请问你在写我们什么呀？唉，请问你们俩怎么那么像呢？很像吗？今天天气很冷啊。进去了啊，快点进去吧。哦。怎么不绑安全带啊？怎么要绑安全带吗？几时开始的？啊？小姐，你是从外地回来的？哎，是啊是啊，也算了，还是刚刚回来的呢。那好极了。你是刚从外地回来的，就帮忙发个誓，罚个200、300的，小意思了。为什么？要你绑安全带，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。为我安全着想？不为我着想行不行啊？我的命不是很值钱的。那就为全港市民的福利吧。废话少说，驾照和身份证。警官，我的理由很充分的。要抄就抄吧，算我倒霉。看什么？我的样子像投奔怒海的义士啊！别乱加我罪名，说我是恐怖分子啊！看你的照片倒不像是那么烦的女人嘛。谢小姐啊。刚才有个人来请你看风水呀，他把电话留在我那儿了。那么好心。谢小姐啊，你平常给人家看风水要收几百块钱吧？就算给我点茶钱也是应该的嘛。就算你不给也用不着板着个面孔啊。茶钱是吧？一向该给多少啊？
这个无所谓啦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啊。够了，用不着这么多了。谢谢你啊！你一回来呀，我觉得你的人整个不同了呀。是吗？是啊，漂亮多了。哎，我来帮你。谢谢。别急啊，别急别急。喂，那个男人是不是常常这样的？晚上男病房那边的人能不能过来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很早就睡了啊。没问题了啊。啊，吴太太，阿美又在拼命喝参汤啊！哎呀！我会死的，我喝那么多参汤，一定会死的。傻瓜，考不到就考不到嘛，没有关系的。喝参汤可以补气，练唱歌嘛，不一定要用来念书的，练好了声唱歌就行了，就好像麦当劳一样啊啊！是麦当娜啊！乖，你乖啊，乖。啊，我忘记了，在哪儿有电话打呢？电话是吗？电话，其实电话，我明天答复你。请问有没有姓马的你打多少号电话？697772，我想找我的老公马世美呀。马世美，陈世美都有，你要不要啊？这么巧啊！哎，也行了，也许他改了姓，想避开我也说不定啊。你打这个电话吧，听清楚了啊，7390068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麻烦你了。7390。喂，陈世美在不在啊？你别那么激动，慢慢说好了。你找谁呀？陈世美，她到底在不在呀？你冷静点儿，你肯定她是陈世美吗？我就是不能太肯定。她是我的老公马世美，不过她很有可能变成陈世美来避开我。哦，马世美，马世美呢可能变陈世美，陈世美呢也可能变马世美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就最好了。我告诉你，他是我老公，他就算要娶别的女人，也应该跟我说清楚啊。他不能就这样把我关进精神病院，他就这样就算了吗？哦，精神病院呐，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？你怎么那么三八？我问你一句，你反而问我10句啊！我们是防止自杀会，要问清楚才可以帮你嘛。你跟哪儿打来的？告诉我啊。
请问院长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院长啊，好啊，院长是吗？嗯，我明天答复你。那你答应今天答复我那个电话呢？电话啊，电话而已，干嘛那么神秘？院长放假要过了圣诞节才会回来，想跟他说有得等呢。我知道，可是这儿啊有人很多手哦。没有人丢了东西啊。我是说，这儿的女病人很危险呢，分分钟会被人什么？那样喽。总之很危险的。你遇到了？差不多了。冤枉人是不可以的，而且我们这儿男病房跟女病房分得很清楚的，怎么会呢？离开不远嘛，偷偷溜过来也没人知道。你是不是想说我们的人打瞌睡啊？哎，你认为没有人会这样做啊？说我偏心也可以，我最喜欢你们几个人了。有人碰了你们一根头发，我也不会不知道。哦，有的事你不知道也不稀奇啊。我也不想发生这种事情。哎，回来喝咖啡呀？是啊。让我再看几天吧。多看几天再说吧。哦，叫我怎么相信你们呢？难保你们不会装完病人又装女人，一起换衣服也有可能啊！怎么会呢？林医生是来帮你们的。你的戒指。那就帮我找个电话吧。我从昨天晚上找到现在，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电话。对，我们应该找个电话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们房间没有吗？是不是锁起来了？乖，告诉我，你想打电话给谁呀？啊？当然不是打去点唱了。是不是要过年过节才准打啊？老实的说嘛。不错，我们应该老实的说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怎么可以这样的嘛？太笑话了。从昨晚上开始，他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。看情形，也许有人告诉他，她丈夫申请跟她离婚了。昨天他姐姐来过，一定是他说的。我看不能再让他姐姐来看他了。李医生要几粒糖啊？真头痛。2粒。什么？谢谢你2粒啊。哦。喂。谢小姐，我可不可以请你喝茶？谢小姐，我可不可以请你喝茶？什么事啊？有信呢？信没有，帖子有一张，我顺便替你送上来的。怎么你的服务那么周到啊？是不是要我请你喝茶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正在想啊。好吧。他答应我了。那。我不是很有钱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想要多少啊？你当我什么？邮差啊！你看不起我做这行，我知道，你老说我们不相配，
你根本就是看不起我。你搞错了，我不是那个你。你不是看不起我？没有，我怎么会看不起你呢？不过我知道，虽然你说我配不上你，可是我有权暗恋你的。暗恋也说出来了。哎，那我呢就没有意见。不过我姐姐，那你就是肯接受我了？不是，我姐姐她。那这束鲜花买了几天了，你真的肯接受啊？拿什么？红色炸弹。这种炸弹呢，谁收到都不会开心了，看开点吧。你心里希望的就永远收不到。不是我多嘴，你的男朋友啊，几个月了连明信片也没寄给你，一定移情别恋了。你别再惦着他了。其实我才是对你真心的。7024-300，这个电话很重要。7024-300，我会记住的。7024-300，7024-300，他把电话号码给我了。喂，阿娥啊，我是姐姐啊。别说废话了。哎呀，很难才打到这个电话的。你快告诉我，究竟是谁非礼你呀？是谁呀？哎呀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说真话呢？喂，你是不是去找老公啦？我知道的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你没事就快点回来啊！我不能再说下去了。他精神分裂了，又当自己是姐姐，又当自己是妹妹，自言自语，自己跟自己说话，不关起来不行。那暂时不能让他姐姐在这儿出现，会加深他的印象。可是我又不想隔离他。我早该知道，怎么会有个电话摆在外面让我随便打呢？北欧有很多国家打电话都不方便的。对呀，对呀。你怎么说苏联？太黑暗了。你们认为有什么不可信？还有什么破绽吗？啊，算了吧，有什么问题呢？照你刚才所说的故事，不是故事啊！好，那外面的那位谢小姐又能干，又能适应外面的社会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对了，精神上解放她，让那位谢小姐在世界上闯一闯，是不是立刻很有意义呢？我没有准备跟你说话。总之，你们有什么问什么，然后大公无私的把这份测谎报告表交给院长。我见过他，他一定不会不讲道理的。要不要再检查一下问题啊？那么浅的。林姑娘，我们是帮谢小姐，不是为难她。齐医生，我们开始。你是姐姐还是妹妹？当然是姐姐了。说真话，说真话。你最满意你的身体哪一部分？哪有人问这种问题的？是不是啊？他也是这么说。不过你还是要回答。
我的手。说谎话，说谎话。好了好了，现在这个电脑恢复正常了。你认为目前这儿最需要改善的是什么？风水喽。说真话。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呀？是我未婚夫孟家里。说谎话。哈，说谎话。连未婚夫也不是真心喜欢，怎么会这样的呢？哎，坏了坏了，机器坏了。小姐啊，你这样说话是跟你自己过不去。哎，机器很贵的，不要把电线扯坏了啊！怎么你们硬是不肯相信我说的话？不要碰我，放开我，让我发神经啊！我就是不忍心再看见你神经。马太太，我看马先生今天不会来了，不如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帮你就行了。他在电话里答应我，他一定会来的，怎么会失约呢？哦，对了，这个是私人信用契约方面的问题，我算一算啊，5分钟300块，15分钟起算。不用了，我只是要你替我解决我们夫妇2人之间的问题。哦，婚姻法律咨询服务啊，那比较贵一点，700块5分钟，30分钟起算。我看这样吧，你把你们俩开始怎么认识的，从头到尾说一次给我听，慢慢说，不用急啊。不用了，过2天他都结婚了，我何必浪费钱呢？总之，我想知道在法律上他有没有义务要给我赡养费。他害我在精神病院里待了几年，我现在逼他拿钱出来，就算捐给孤儿院也好。哦，应该的。赡养费追讨服务是这样计算的：1500 5分钟，1小时起算，拿到钱呢4、6分账 ，OK？ 没问题，不过我要拿到钱才能分给你啊，我没有现款。没问题。这种是赡养费，赡养费呢，其实原则上来说，跟你说真的，说了你别见怪。以赡养费这件事来说，理论上不一样，做法也不一样。我们先来个假设，说的好听点儿，其实赡养费这件事情呢，就不是说那么。什么事啊？没事。马太太，大家这么熟了，我才说啊，反正是一句话，不行。喂，什么事啊？我的神经老婆是不是在你那儿？英女皇来了。你立刻过来，我就在隔壁房间。啊？中英草签要我去监督啊？不行啊，我有客人。你要多少钱我给你，我老婆她没钱的。什么？沙烏地阿拉伯油王也来了？那好吧，我马上来。对不起啊，马太太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等你呢，算不算钱呢？喂，怎么样啊？老实说啊，这种事啊，可大可小的，不过呢也不一定。照道理来说呢，老兄啊，你别说废话了，行不行啊？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啊。哦，说的是啊，看他样子不像开玩笑的。是吧？他不会来捣乱我的婚礼吧？这很难说，我看一定会。哎呀，老兄啊，我绝对不能让他来破坏我的婚礼啊！你呀，吞了他的钱，又说他是神经病，害他进精神病院那么久，你现在还风骚的要再结婚呢，不找你麻烦才怪呢。你以为他真是神经病啊？他想要我退钱给他，他做梦啊！好吧，我替你动动脑筋。不过要算钱的啊。好了，我终于替你想到一个办法了。你暂时别动，先签了这个。不动怎么签啊？什么？你叫我不要动啊！
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你不要找你老公的麻烦，也别骚扰他的未婚妻，让他们安安逸逸进行他们的婚礼，高高兴兴的大宴亲朋 ，OK？ 毛律师啊，你现在到底帮我还是帮他？哎，其实呢，我是教你暂时按兵不动，等到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呢，我可以派我2个手下，他们拿了法庭的禁制令，陪你一起去停止他们的婚礼。到时候呢，可以把他们2夫妻一网打尽，连根拔掉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，不过我可以申请法庭禁制令吗？可以。俗话说得好，不是说什么，我不怕对你说，就是连不能说的那句也说了。我们可以倒过来说，你可以往深一点想，我们有什么说什么嘛。总之呢，说到最后，没别的说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那我回家等了。嗯。可是我没见过你那2个职员呢。哦，这个不要紧，我那2个手下，我那2个职员，到时候呢，他们胸口插一朵花，好像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不就行了？嗯。哦。嗯。你们挺准时的啊，可以走了。等我拿东西啊，我预备了烂番茄蒸它。想上厕所啊？打电话。哦，在那边。老板，全部照计划进行。行了，我知道。没关系，现在流行用完了就扔的。过门都是客，我去买点啤酒、汽水，回来招待你们啊。不要就算了，反正你们不怎么说话，也不需要喝水。要喝水，我们自己会喝。我们饮血部队一向喝水会自己动手的。不过你不用害怕，只要你合作一点，今天不要离开这间屋子，我们不会为难你的。而且马先生不喜欢有人扫他的兴，就这么简单。原来是姓马的。好，他给你们多少，我给双倍，给双倍，你们满意吧？他说送个漂亮妞陪我们玩1个月的哦。住嘴！那么粗的脏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我叫你少说话，多做爱。啊，是啊是啊，对对对。7024-300根本没这个人，打击就是我找错，还有男人摔我电话，明明是耍我。那个邮差不肯走啊，怎么那么麻烦呢？我美国有个孩子，他每个月都寄很多美金给我，住嘴！求求你。老大，不如让他收了信，叫他走。我知道你在家里的，你先开开门呐！快开门呐！那邮差很死心眼的难见的，好好应付他。嗨，你平常也这么贱吗？是你叫我贱一点的。哦，怪不得我每次打电话来，总有个男人摔我电话呢。是啊，刚才他连电话都摔烂了，你不信，进来看看啊。叫他走。
你走了。好，我走。是你自己叫我走的？我不会再上你的当，我走。是啊，有那么近就走那么近啊。走就走。你真的走啊？不要走啊！你想死？我还没收信呢，你还没把信给我呢。啊，我忘了，是政府的挂号信呢。好了好了，我最想交税了。给你。你干什么拉着我？放开我！你干什么拉着我？放开我！啊！他们是坏蛋，连电话都摔烂了。你不要怕，有我在这儿。你想怎么样？喂，不要过来啊！喂，干什么？不要扔！把信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不要扔！接住！不要扔！哎，接住！哎，都送给你。哈！给你吧，给你！哎，哈哈！哎呀！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碰他，不然我生气了。啊，我知道。你看你脸青嘴发白，都气得发抖。别管他，把女的关进房里去。喂，你们不要逼我啊！不要逼我！别过来！过来又怎么样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别过来啊！臭小子！哎呦！哎呦！老大他练过的，练过又怎么样？你别再过来啊！小心他的脚啊！哎呀！哎呀！老大，小心他的手啊！废话！你真的别再过来了啊！你请我过来，我也不过来。走啊！快走！走，快点！等一等，拜拜。喝了喜酒再走嘛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好，不送不送。再见。让一让，两位找贵姓的？收了多少礼金呢？都在这儿了，你自己点一点吧。是你点一点吧。7、8、9，哎，7、8、9，哎。你别走，我。
糟了，他们怎么把你放上来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恭喜你了，马先生。嘿嘿，谢四娥，你别以为我怕你呀、你知不知道你说什么也没人信？你的病啊，就是因为说谎说的太多了。哼，你不提我还没那么火啊！你们这些臭男人说一辈子谎，好像是应该的。哼，什么初恋被人抛弃了，什么炒股票赔了钱了，为什么到天亮才回来啊？为什么不庆祝我的生日啊？怎么那个费用申请了1年也不来上班呢？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惹了一身的疱疹？是谁谎话说的多？我现在没工夫跟你算账。你今天晚上有没有送礼？没资格和我喜酒。我还记得你刚开始追求我的时候，已经答应带我去北海道滑雪看雪景。那个时候，我一直相信你真的会带我去的。喂，有没有人呐？那些人呐，都去了替你准备盛大的婚礼了。你一直不肯买皮大衣给我，你不是说那些人在北极不穿衣服才是最暖和的？哦，所以你先穿好了厚的衣服来，你是有预谋的。你冤枉我，马世美，我不许你再冤枉我。其实我别碰我。其实我的心还是想着你的。算了吧，你还不如说我心里还想着你的钱。天地良心，我还是常常的想着你的。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谎话。你别想在我嘴里拿回钥匙啊！祖奶奶，你想我怎么样啊？怎么你怕了吗？我不是怕，是冷而已。怎么冷会出那么多汗呢？妈的！你笑什么？你越用力敲门呐，门就会关得越紧呢。你给我再说一次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越用力敲门呐，那扇门就会关得越紧呢。再说一次。干什么？你冷得听不见我说话。钥匙呢？在这儿。你吞掉了？啊？没关系。那怎么办呢？很小一条嘛，没关系的。马之美，你现在怎么解释我都不会相信了。昨天晚上鬼混到天亮才回来，刚才行李腿都是软的。你小心点儿！可不可以停一停？我有点晕。你一定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们是两姐妹，是两姐妹。我吃不消了，让我歇一会儿。喂，太晚了，不要读书了，眼睛会坏的。我妈说要再多读一会儿才可以睡。明天早上有精神再读，不是更容易入脑吗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妈会骂我的，她会把我从床上揪起来的。她为你好吗？是啊，她也是讲道理的嘛。她还说，寡妇把女儿养大，不可以不听话。她不是故意的，她也不想给你压力嘛。我看见她已经睡了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啊。啊，是啊，我也看见她睡了。
是吗？你快点睡觉吧，明天早上再读。啊。谢谢你啊，你也该睡了。明儿见。股票指数上升到了4000点，发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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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小姐是吗？吴太太叫我告诉你，谢小姐啊，就是你妹妹。这2天她精神有点不大稳定，想让她一个人静静的休息几天。过几天她好了，我们再打电话给你。她怎么不稳定啊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她当然没事了，不过我答应过她，我会回来的。那行了，过2天我们会告诉你妹妹，你来看过她了。哦，洗头了，洗头。你别搞人家。我想看看她要不要烫头发。干什么？你真当这儿是洗头店了？你倒真该洗个头了。谢小姐是吗？怎么你很忙啊？要我们司机3请4催才能把你请来，你怎么做生意的？我没打算做生意呀，唐先生。我不是唐先生，唐先生在里面睡觉呢。想见他，先要经过我这关，你懂不懂规矩？看风水也有规矩的，我从小就知道，论尺算的嘛。嘴巴可真厉害，一点也不肯吃亏啊！等会儿见到我二叔啊，说话可别那么大声，小声的跟他说，我二叔身子很弱的。他身子弱，关我什么事啊？那我二叔呢，就是鼎鼎大名的唐人街。你听说过没有？唐人街听说过，哪条唐人街回来的？所有的唐人街呢，它都有产业。唐人街为什么不叫中国人街跟华人街呢？就因为它要跟他的名字叫。那么威风。那等一下我要叫他唐人街先生喽。是。他是做糖跟沙发财的，所以人家都称呼他是糖沙翁，以示尊敬。糖沙翁？他一定很喜欢吃甜的。是，他最喜欢吃糖做的糖莲子了、糖葫芦了，所以呢，老朋友在背后都叫他糖葫芦。那么怪啊！又叫唐人街啦，又叫什么糖沙翁啦，又叫糖葫芦啦，怎么不叫唐老鸭？是不是这个小姐笑？别着凉。着凉不得了的，乖。怎么一天到晚都看见你啊？你怎么有事情也不做呢？二叔，干什么？我还没找到事做怎么会呢？你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，怎么找不到事做呀？你可以当苦力呀。我能当苦力？怎么不能啊？你做苦力最合适了。你又喜欢搬又喜欢抬，你最喜欢搬弄是非，又喜欢抬杠，你这种人做苦力最合适了。可是我怕你了，我怕你了！一个大男人家说话怎么老是这么吞吞吐吐的呢？你是不是糖吃的太少了？二叔，这位谢小姐呢？她是看风水的明日之星。二叔啊，你让他自己说嘛。你不要待在这儿，到厨房去，快点糖吃不要妨碍我聊天您先抽支烟吧。这还像话？你干什么？想谋财害命啊？去！是他妈的！
喂，刚才是你那么大声啊？是啊，是我在笑，吵醒你了？这没关系，不过我老实告诉你呀，这大半年来我在这房子里呀，一直没听过这么大的声音。那些下人们说话呀，全是在喉咙里边说话，听不大清楚，就听见我咳嗽的声音。那你不信，我试给你听啊。是不是？是。哎，我再试一次啊！哇！干什么？放手啊！我试给他听的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你有没有听见回声啊？有啊。那些人呐，今天替我改一改，明天替我改一改，改的整间房子都有回声，只听见我咳嗽的声音。你听见了？那我刚才笑也一定有回声了。当然啦，你要不信呐，学学我，你来试试笑一笑，来呀！哎，不行不行，声音太小了，像飞老鬼一样，大声点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声音太小了，这怎么行呢？这听不见你呀！再来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还是不行啊！你听我的啊！有了！你来试试看啊！大声点！有了，有回声了，你听见了？刚才啊，我坐船坐了1个多钟头，吐得我喉咙疼得不得了啊！你喉咙疼啊？连笑都没气了。哇，我的脸色好难看呐，跟你差不多。喂，你到底会不会看风水呀？你这个人说话实在是不大好听啊。我说个秘密给你听啊，其实我不会看风水的。要不要叫胡先生来？不要。慢着。出去。关门，不要在外边偷听啊。我有话要问你。我觉得你对我有点不大诚实，是不是有人教你，故意来跟我说这种话的啊？我这人是有什么说什么的。我到这儿来，只不过想证明给我姐姐看，顺便赚点零用。我说什么你都会给红包的啦。你那么有钱，也不会在乎了。所有人都想在你身上赚钱，谁会便宜你呀？你说的对，来见我的人都是这样对我说。他说：“唐朝翁啊，我有件生意瞧你赚钱。”还说唐朝翁啊，我是没有好处的。他们都是这样对我说。没有好处，他们找你干什么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呀，我也想找个机会问问他们呢。我该走了吗？哦，我怎么知道你该不该走啊？反正我已经活得差不多了。不是啊，我没什么牛好吹了。如果该走了，那我就走了。红包你不在乎呢，就照给了。哎，话不是这么说呀。你要是多陪我一会儿呢，我可以多给你一点。如果你马上要走的话呢，我的红包就可以省了。这个你自己考虑好了啊。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太久。为什么？我想起我老爸。想你爸爸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拍马屁啊，我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哎，不会。我其实从小到大就没有一句真话。气得我老爸要死。在他去世以前，
有件事是真心的，我想跟他说。哦，你说了没有？没有机会说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，你没说呀？有一句话你听说过没有啊？是从前古人说的，就是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呀。嘿嘿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着你呢，我就会想起他了。所以我今天一看见你，我就不敢说谎话了。当然，他没有你有钱，不过看相貌，你比他穷得多了。我的名字叫做林嘉林，林子祥加上谭咏麟，他们两个都有歌唱天才。我的歌唱天才比他们更棒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叫我做歌王林嘉林，歌王林嘉林。没反应，少说两句吧。林姑娘，过来帮我看看。今天大家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啊。其实我只是想你们放松一点，把你们的心事说出来给我听听。啊，你们谁先说？巴拉巴拉巴拉。林医生，我想先走了。我们去玩了。等等我，我要预备功课。不要变了，完蛋了！我早知道他会失败的。不要变了，完蛋了！对不起啊，我想他们这些人并不了解你的目的是什么，他们平常也是这样坐不住的。不要紧的，我只是想做个实验而已。做这种工作要有耐性的。最要紧的是不怕失败才行。那你有失败的心理准备了？一次半次的失败很平常，就当是用铅笔写的，用橡皮擦掉算了。你打的比喻真的太好了。歪歪，今天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走啊！那你负责领队啊，你不能迟到的啊！我知道你不会生我的气的。你还记得回来呀？你知道我来过的。我还知道你连我也骗了呢，根本就没有人非礼你。1个多礼拜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你不说话就行了吗？其实我只是开个玩笑，说过就算了。你不爱姐姐了，我呢什么都相信你。我知道你想出去玩，那也不用这样骗我啊！你是不是以为做过的事就像用铅笔写下来，以为用橡皮一擦就擦掉了？你骂好了，我知道骗不了你的。你去找你老公世美了？我才没空呢。那你到底做过什么事啊？到处逛街，吃饱了饭就去竞选议员。说正经的。
赚你的钱，我会跟你算账吗？不过我替你接了生意，拉上补下啦。你可不要到处乱骗人呐。没有啦，那个大富翁唐人街啊，他病了10个月都好不了啊，经我指点迷津，他马上就好了，给我红包5000块哎。还有呢？没有了，其他的都不值一提。我知道有个邮差，他暗恋你，我冒充你呀，他都认不出来耶。那么本事啊？他人呢倒挺老实，不过摆明了我是不会喜欢他的，你别去逗他啊。他们叫我来替你洗头的。那你先走吧，小心开车哦。啊，我们今天不是把你换出去吗？过几天再说吧。嘿嘿，怎么变了？你在这里常住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救命！股票要涨了！领队，我们现在是逃走啊！你怎么那么慢吞吞的啊？喂，你说过你有这些医院的地图啊？我说过我有吗？我忘了带了啊！不用地图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出去。我想出去，要不要填表啊？好，给你们表。哎呀，股票，哎，股票给我。回来呀！你们的病还没有好，怎么可以就这样出去呢？等你们的病好了，他们自然就会放你们出去的，对不对？不行，领队，不能再等了。而且明明说好今天晚上一起走的。是啊，能不能改呢？不能改，你朝令夕改，朝改夕又改。不行，要走我们大家一起走。你走不走无所谓，我们走。走啊走！夢裏不分西東，片刻春風得意，未知景物朦朧，人生如夢，夢裏輾轉吉凶，沉落不堪苦困，未識苦與樂同。天造之材，皆有其用。振翅高飛，無需在夢中。南柯長夢，夢去不知所蹤。喂，听着，从这里啊可以上天台，上了天台可以跳出去了。不要！好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我就睡了。股票也升了，好舒服啊！林医生，下次轮到我做领队了吧？好啊，没问题。股票也升了，拜拜，发财啦！拜拜。你呢？觉不觉得好一点？哎呀，我的戒指，一定掉在这儿。我替你找。哎，找到了。你戴哪只手指？珍惜此際，自當因為無窮，何必
尋夢。啊，谢小姐，我真羡慕你啊！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我听见外边有生意就出来看看。那个邮差在你门口搞了多久啊？他真是太痴心了。可是我不可能那么快喜欢他的，而且他又不是喜欢我。这样还说不是喜欢你？不过你也够麻烦的，未婚夫又没有消息。如果他在的话，邮差就会死了这条心了。啊，对呀，他有未婚夫的啊。什么？怎么是他有未婚夫呢？是你有未婚夫啊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孟加里吗？孟加里，哎，嘘。阿长，答应我吧，我请你去喝茶。家里，你好几个月没见他，也没有信给他，突然见了他就要跟他分手，万一他受不了刺激，发了神经怎么办？是啊，他有个妹妹在精神病院。那还好，他们俩有伴了。说得对呀，她们姐妹俩感情一向很好的。真是这样，他们可以朝夕相对，有说有笑了。大家开开心心在精神病院里过日子，那很幸福啊，美满的很呢。决定这样了。我看还是我退出吧。可是，你肚子里的 baby 呢？你让我孤单的走好了，我会怀着我们2个人的骨肉，走到天涯海角，隐姓埋名，躲在柴房里面，吃的是猪糠。受的是风吹雨打，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抛头露面，在3流夜总会里做歌女，每天对人欢笑，被人流泪，含辛茹苦的养大他，把他养育成才，成为一个最杰出的私生子。那好吧，就这样。不行，你这么伟大，我受不了。而且，我现在知道自己最爱的是谁了。我跟他摊牌去，一次给我说清楚。你相信我。你冷静点。我们静静的冷静了好几个月了。你让我去解决问题，省得明天我会心软的。我好快的，我很快的走出去，很快的去到他家，立刻跟他讲，他立刻就接受了。我立刻离开他，立刻带你去注册，跟着立刻去产房，立刻生产，生完了还可以再生，大家就立刻可以生活在一起了，立刻白头到老，立刻儿孙满堂，立刻我就先死了，立刻你也跟着死了，一辈子立刻就玩完了，比打针还快。你一辈子都这么心急，有什么事跟他好好商量嘛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大家不必死抱着不放。他也不想啊，干脆快刀斩乱麻，一刀两断，让他可以重新做人，从头再来嘛。会不会说呀？当然会，为了你们母子俩，我决定了，必要时我就装凶装无情，我都想好了。我不准你发脾气，我要你做西花人，哄哄他，大家好来好散嘛。去啊。你真的要我现在就去啊？那我走了啊。
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是啊，我有未婚夫嘛，应该不用考虑了。那么久没有给你写信，也许他在洗澡的时候淹死了呢，也许看喜剧电影笑死了呢。你为什么要咒他？那咒我自己好了。谁叫我爱你爱的发烧呢？谁叫我爱你爱的脑膜炎呢？你千万不要啊！我真的很爱我的未婚夫的。为什么？他有什么好啊？他高大威猛啦，英俊潇洒啦，文武双全啦，才华出众啦，像周润发那么孝顺，像谭咏麟那么好的歌喉，像李柱铭敢作敢为，像李嘉诚一样有钱。世界上有这样的男人当我神经啊？我看是你编出来的。是啊，我没见过他。我没有见过他，好久了。那好吧，那我走了啊。把门关好。不要乱让别人进来。我不会乱开门的。特别是胸前插着一朵花的那些流氓。再见。你自己也要保重哦。你不会那么快再看见我了，我马上就要进去了。对他凶一点，不管了，一次过，1刀2断。别过来！他生我的气好极了，不能心软。你外面还有人呢？是啊，你知道就好了。我朋友刚刚才走啊。我知道。说不定他随时会回来的。我怕什么？他怕我还差不多。你想怎么样啊你？我想，我想跟你来一个了断。怎么了断？对了，你不用害怕，告诉你，我不会死缠住你的。这个，对了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跟你1刀2断，跟你快刀斩乱麻，痛痛快快，死就死好了，不用说那么多了。你重新投胎做人吧。我不要。我也是为你好吗？我让你一次过痛苦完，难道你想慢慢的受折磨而死吗？我有的选择吗？我2样都不要。没说的，你不用再求我了，我回去还要有交代。是不是马世美叫你来的？马世美？我有很多钱呢，每个月我给你生活费，养你一辈子，怎么样？我不是这种人。是不是他给的钱比我多？我跟他不谈钱呢。好啊，你说是不是那个狐狸精叫你来解决我的？不关那个狐狸精的事啊！不对，他不是狐狸精啊！抢别人男人的女人就是狐狸精。哎呀，那些人是，他可不是啊！他是大了肚子了，有了 baby 了。你帮了他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当然关我的事了，搞大他的肚子，我有责任吗？不是真的吧？有点门了，继续努力。你们这种事也做得出来啊？怎么做不出来啊？还好过瘾呢。这种畸形的三角关系，你受得了啊？就是受不了啊！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呢？你也赞成啊？当然了，没有理由让他跟别人结婚嘛，是吧？你也认为对，我就是想娶她。你想娶就娶，娶她。居然肯牺牲，不能信他，要先说清楚。喂，一件事归一件事，先解决你的事。那你决定要牺牲我了？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不是故意要牺牲你的。我这次结了婚才回来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可是你不要太伤心，不要跑去做傻事，为了我，更不要开煤气自杀，浪费了煤气。煤气！喂，开门！开门呐！开门！开门！你听见没有？快点开门呐！开门！
次完蛋了！你听见没有？你快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你还打我！你不可怜，不可怜呐！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闹着玩的。我想试试你还爱不爱我吗？我错了，我以后不再开玩笑了。你醒醒啊！听见没有？哎呦！嗨，孟佳丽。嗨。孟佳丽。你没事吧？我晕了。起来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不知道你姐姐有没有提起过我呢？我是孟佳丽呀，刚刚回香港来的。哦，孟先生是吧？是啊。好，你们慢慢谈吧。谢谢。哎，你不要走那么远嘛，姐姐她……哦，她不知道我来的。我有点事想跟你谈，希望呢，你转告她也行。哦，对了，也许你不方便说，那就算了。我只是希望说了出来，那我的心里会觉得舒服一点。啊，林先生啊，你走开一会儿行吗？啊，行。哎，你还是别走吧。我看你坐在那边等我。好。请问什么事？你精神很好啊，不过你好好的，怎么会关在这儿啊？你说吧，我会告诉我姐姐的。是我该死，我昨天见了她一整天，也没勇气把真相说出来。我在没回香港来以前，我已经结了婚了。我来帮你解。麻烦你替我还给他。那你不再爱他了？爱。不过我们始终不大合得来。他斯文得很，我是个粗人；他学问好得很，我书念得很少。他长得很好看，我长得很丑。外表他喜欢叫到外国去啊，可是我们始终合不来呀。他是个守财奴，我喜欢花钱。他不喜欢交朋友，我交友广阔，喜欢交朋友谁都合适。他不会煮饭，不爱做家务，不爱洗衣服，不收拾房间，会改的嘛。你新的那个很好吗？云云，哎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青梅竹马，从小玩到大。我放牛，他养猪。后来，命运注定好事多磨，大家又失散了。幸亏我最近回乡下去观光啊，居然在一个选美会里面，又遇见了他。我一见他就说，他一定是冠军了。果然不出所料啊，他真的得了冠军了。那天晚上啊，他就把宝贵的初夜给了我。你说，像这样的恩情，叫我怎么能够辜负他呢？所以我决定回乡下，跟他一起种田养猪，过我们的2人世界，共同生活，做小生意，过快快乐乐的日子。
哦，对了，有的时候我也想去跟你姐姐一起吃汉堡包，也很好啊。嗯，不错，好的很呢，很好，好啊。你不要这样嘛。其实我看着你就好像看着他一样，人就是这样，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，谈这种事情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其实不正常的不是你，是我。对不起，我走了。你没事吧？你带一只，我带一只。喂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告诉姐姐的，她不会伤心的，她已经爱上了别人，是个专业人才啊。你不用为他担心了。哦，邮差啊，姐姐说你以前常常表演《飞鱼路上游》，引她笑的。你可不可以再表演最后一次啊？我走了。他没问题吧？拜拜。我有件事想求你呀。我看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的钱全部捐给慈善机关，救济那些穷人了。不是啊，你认识那么多人，又那么有地位，你帮我申请我姐姐出来啊。哦，我上次已经教过你了，你在天黑的时候，你自己偷偷的回去，换你姐姐出来，不就行了？哎呀，行不通啊！我姐姐她根本就不想出来。当然不想出来了，她在里边找到男朋友了，就是那个林医生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知道了，我吃的糖比你吃的米还多呢，怎么不知道？嘿，我赢了。这小孩子玩的，好像不适合我。你耍赖皮，有什么才适合你啊？大人玩的东西啊。玩什么？要两个人一起玩的，而且要一男一女。不过呢，也有男人跟男人玩的，女人跟女人玩的也有，比较少。要两个人互相的配合，同时啊，还要有节奏感呢。哦，我知道，你说的是跳舞吗？对不对？你以为我说什么？坏死了。来呀，请。真的要跳啊？
你不是就想说我拉着你吧？来，你会不会跳舞啊？跳啊！继续跳舞，继续跳舞，继续。多輕鬆，開心的尖叫，開心扭着腰，應珍惜，開心的一秒，悲哀皆自擾。馬要照跑，戲要照開，舞要繼續跳，有被照冚跟天公講笑，與佢過幾招，還帝要輕輕的一轉，花式多絕招。與今宵，悲觀不需要，開心等第朝。馬要照跑，戲要照開，舞要繼續跳，有被照冚跟天公講笑，與佢過幾招。